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就不说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种废话了。我相信你应该是刚刚看完了我们上条视频，这个小米11的 Pro 和小米11 Ultra。这次小米春季发布会的干货还是非常多的啊，有这个笔记本啊，还有就是手环和这只是一个简单开箱体验，并不是深度测评啊！不关着你，小米手环6和 X9000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，特别感谢。外包装方面，它是一个磨砂盒的一个材质，跟之前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哎呦，这我们是测试已经断联了。手环的 ID 方面呢，这次并没有什么改变，跟上代呢是一模一样的。最大的改变啊，外化方面就是这个屏幕了。用小米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将手环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屏的时代。这个小小的彩屏呢，1.56英寸，而且呢，它还是一个弧面的啊。不过这弧面的是玻璃，并不是里面的这个屏幕。然后显示面积呢，照之前的是增加了50%，下巴要稍微宽一点的这个全面屏，它还是一个米粒的设置。传记方面并没有改变，跟5一样啊，是直接就是扣上去啊，这种磁吸式的。这个续航方面呢，官方宣称啊，它是可以用12天，因为我们手里这个是 NFC 的版本，如果不带 NFC 呢，好像是2周吧，14天。具体的这个续航呢，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，一般1个星期多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新增了一个血氧检测，还有心率异常检测，这个血氧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它这次也增加了几种这个运动模式的识别，这个给大家打出来。这个默认的这个表带啊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硅胶材质的，它这个表扣这边是有一个金色的一个小抛光，它这个 PPI 是达到了326啊，比之前很多手机的 PPI 都高。在主题方面呢，之前有柯南什么的是吧，有一些联名啊，这次呢它是跟很多国漫也做了合作啊，比如说有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刺客567，看过的请打1啊，我特别喜欢那个动画片因为它这次是一个全面屏的设计了，所以说它就取消了这个按键，改用全部的手势操作了。它整个外部的这个玻璃呢都是一个弧面，所以说在操作的体验上啊，这个手感还是非常圆滑的。不过确实是有点小啊，不过也没啥问题。最主要的改变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椭圆形的 AMOLED 的1.56的小屏幕，还有就是血氧啊，这个就比较简单啊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。买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， 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原装正品，国行代票，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3C 数码尖货，赶紧搜索上车，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。OK， 这个大家伙啊，我感觉这手机是一个大箱子，这儿有一个金属大箱子，小米今年是跟这个箱子干上了。尊敬的小白测评，自首款小米路由器发布以来，一起来见证我们用心打磨的结晶之作啊！看看它能不能结晶。下边是一堆各种各样的贴纸，这个箱子的钥匙竟然在里面。这个路由器的体积也着实是有点大。造型方面，它是一个8边形，非常像一个啥，是吧？缺个头在这儿，在这儿放一个头，特别像什么？这好像倒着也可以放啊。回头我们这样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影响信号啊。底下全部都是镂空的，它下面呢，这个官方给了一些拆解图啊，是有一个风扇的。这个风扇如果你在轻度使用的话呢，它是不会转的，在重度使用的连接设备特别多的时候，它会开启。因为它是一个全年开机的产品，所以说稳定性和散热对它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次这个9000它的定位呢，参数刚才也看到了，是一个旗舰级的一个产品，它的售价这个单机呢是1299，当然你也可以买多个组成 Mesh。处理器方面，它内置的高通的 IPQ8072，是14纳米制成的，14纳米在手机上都被淘汰了，但是在路由器端这是最新的一款。Mesh 方面，它最多可以连10个啊，不是打10个啊，这个组成一个超大的一个 Mesh 网络。它自己不但跟自己同类型的可以连，它向下兼容小米的这个 X 系列的所有的这个产品。上面是有4个装饰灯的，我觉得它这个配色方面不太好，这个纯黑啊，没有特别强的游戏感。可以是吧？搞点那种游戏性的这个颜色，再配合这4个灯。天线方面呢，它是外置了12根天线，你外边看着好像是4个结构是吧？它里边呢每个有3个天线，然后在其中的一个上面啊，它标注了一个叫
AX9000 4K QAM， 它可以将原本 QAM 的这个速率呢由1024提升到4096啊，就是 4K 这个级别了。这个技术呢，骁龙888的手机是跟它相匹配的，所以说如果你是使用骁龙888的手机，那么在使用这个路由器的时候，官方宣称这握手速率呢会增加20%。但是20%在路由器上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边啊，我估计感知应该没有那么强啊。接口方面给大家一个特写还是非常丰富的，这边全部都是网口，然后还有 Mesh 的按键，有一个 USB 3.0的接口。其实大家对于路由器的产品呢，最关心的应该还是稳定性。当然这个还是要一段时间的使用才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，因为这个路由器这个东西，必须得拿时间来检验。正好我们换了一间新的工作室，下个月我们就搬家，到时候我们就装上它。造型方面，还是够张牙舞爪的啊。基础的配置呢也够高，因为毕竟价格也是1000多块钱了嘛。哦，对了，对于小米系的这个产品呢，它可以自动发现你这个周围没有连接网络这个设备，然后直接一键连接，不需要这个密码。这个就是同生态之间的一个优势吧。这也是作为厂商软硬件捆绑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你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都用一个品牌的话，确实会有一些方便的功能。这个手环确实还是更大众一些的。OK， 简单的一个开箱体验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更多这个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啊，后期我们会持续分享关于他们的一些实际使用体验。不关注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